大家好，我是 Robert。要灭掉共匪，就要干爆共匪党卫军，民主派就要组建军队。只是这组建军队谈何容易呢？最大的问题就是军费。项目方案几要素：时间、地点、人力、资源、步骤。人力，民主派是最不缺的。10亿大陆人，有1/1000的民主派就是10万人了。资源是最麻烦的，武器啊、装备啊、弹药啊、装甲车啊、炸弹啊，这些都是要花钱的。就算整个兵工厂，原材料也是花钱买的。这些不是动动嘴皮子就能搞定的，需要实实在在的白花花的银子才行的。左宗棠收复新疆之所以能成功，那是有一个胡雪岩在给他支撑后勤物资的。卫青出击匈奴，那是有汉武帝调动举国资源在后面给他搞后勤。共匪47年发动叛国战争，背后有个鹅毛子供应武器、飞机、坦克，还出飞行员、坦克兵呢。诸葛亮6出祁山进行北伐，后方粮草的运输就从未停止过。曹操官渡之战也是烧了袁绍的粮草辎重，袁绍然后玩球弹了。美军朝鲜战场几乎是单方面屠戮了共匪军，靠的是高精良的武器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资源、后勤是军事的重中之重。你不可能给条木棍就让民主派军队上战场跟共匪党卫军拼吧。而且民主派绝无可能搞炮灰战术，一条木棍一个人都不会参与的。而且10万条木棍也得钱来找工人搞定吧。民主派的军队必须对标美军，要跟共匪党卫军打，就是要奔着送共匪军做冰雕连的。民主派的军职应该只接受流弹不长眼的风险。要达到这个风控目标，咱的装备不能差了的。美军一个大兵的装备成本是多少呢？2000年是$7000，目前听说是20万美金。美军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怕死的人，他们可没有那种为了国家
要甘愿牺牲的觉悟。注重人权的他们都认为活下来才是最重要的事情。要达到这个目标，装备成本就上去了。为啥朝鲜战场美军可以几乎单方面屠戮共北军呢？秘密就是装备，装备好，想做炮灰你都难。有人说了，反正你们不缺人，你们也搞炮灰战术吗？我告诉你，不可能的。民主派，我们都是怕死的，我们都是不会送死的。炮灰，让共匪军做吧。我们民主派军人就是奔着学习美军，要在战场上屠戮共匪军的，装备必须向美军看齐。另外，资源里面的伙食问题也是非常大的开销。国军台湾本部一个大兵的伙食一个月是大概$200。如果是1万人的军队，按照这个标准，一个月光吃饭就要花掉$200万了。动动嘴皮子就能解决军队的吃饭问题吗？更不要说装备问题了。钱，军事路线，咱不缺人，咱就缺钱。后勤装备是首要问题。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嘛。钱从哪来呢？军费从哪里筹措呢？想想孙文先生来回奔走呼号了20年，最终俄毛子给了他一大笔军费，搞了个黄埔军校。苏联顾问团，也就是苏联派驻的教官团队，是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的。中山舰事件之后，蒋介石反共排苏，苏联教官才被撤回国。当然，这也埋下了国民党老是被共匪骗的后患。钱呢，军费呢，让孙文先生忙碌了20年呢。所以今天就算开个头，军事路线当然要讲军事问题，先抛出最重要的军费问题。军事方案几要素：时间、地点、人力、资源、步骤。咱们民主派不缺人，就缺军费。怎么搞军费？请大家集思广益。孙文先生整了20年，大不了咱们也再整20年。有人说20年共匪都不存在了吧？那可不一定，共匪不蠢的。为啥不打台湾？
因为他们知道打台湾就会被美军拆家。至于美军会不会来主动灭掉共匪军，那更好，肯定大概率带着国军来，咱们直接报名国军即可，军费直接就不是问题了。好了，今天就这样子，明天见。